一群游客到火山口旅游，结果呢，火山突然爆发，仅仅12秒的时间，铺天盖地的火山灰淹没了在场的47名游客。要知道，当时的火山灰的温度可以达到200到300摄氏度，很多的游客呢都是被活活烫死的，最终导致了22人遇难，多人受伤。大家好，今天呢我们就来讲述一下新西兰白岛火山爆发事件。在新西兰北岛东北方向48公里处，有一座直径只有2公里的小岛，叫做白岛，也叫法卡里岛。它露出海面的部分看起来不大，但是在海面以下是1600米高的巨大火山锥体。这意味着游客们踏上了这座岛呢，本身就是火山口。1769年，英国航海家库克发现他以来呢，这座火山岛几乎是没有消停过。1914年，火山喷发，杀死了一些矿工。2013年又喷发了一次，2016年呢又喷发了一次。到了2019年，按照3年一次的规律呢，它又该喷了。但是呢，白岛旅游公司不在乎这些，每年有超过18000名游客来到这里，因为它被称为世界上最容易接近的活火山。乘船90分钟，或者是坐直升飞机20分钟，你就能够站在火山口的边上。当地社区还成立了白岛旅游社官方呢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因为以前从来没有出过事儿。2019年的12月9日，天气晴朗，海面平静3艘船2架直升机载着47人登上了白岛。没有人告诉他们，20天前新西兰地质监测机构已经把白岛的火山警戒等级提升到了2级，这是火山尚未喷发时的最高级别了，意味着中度或者高度活跃。但是呢，警戒等级只是公开数据，要不要登岛呢，由私人的旅游运营商来决定，而运营商决定继续登岛。上午10点半，第一艘船凤凰号出发了，紧随其后的呢是火山号，最后是一艘直升机搭载着 VIP 旅游团。第一批游客中午登岛，1个半小时之后参观结束，返回船上。下午1点50分，凤凰号载着第一批游客驶离了码头，船长还特别绕到了东北方向，让游客们从远处再拍几张火山的照片。此时的岛上还有第2队火山号的游客和 VIP 直升机旅游团，以及4名导游，总共是47人。下午2点整，第2批游客抵达了火山口。导游海登站在队伍的最前面，他呢是在白岛旅游公司工作了10年以上的老导游了，对岛上的每一块石头、每一条溪流都非常的了解，了如指掌。但是今天呢，他看到了很多不太对劲的东西。第一个征兆呢，就是路上突然冒出了2条小溪，地下水外溢，这是火山内部压力增大的信号。导游凯尔西蹲下来，用手指蘸了水尝了尝，游客们也跟着尝。第2个征兆呢是火山口的湖面变了颜色，宣传册上呢是清澈的蓝绿色的湖水变成了浑浊的灰白色就像是老豆腐汤一样。海登知道这是地质活动把这个湖底的火山灰给搅动了起来所造成的颜色。第3个征兆呢是导游发现从火山口流出来的那条溪流颜色绿的反常。所有这些呢海登都注意到了，他提醒游客要赶紧戴上防毒面具说这里只能停留2到3分钟，因为火山气体会伤害身体。但是他没有说撤离，因为在他的第1111次登上这座岛的职业生涯里他见过太多次的2次警戒了，也见过太多次的这种异常曾经呢也有游客问导游说这座火山上一次喷发是什么时候，导游如实回答说2013年喷了一次，2016年呢又喷了一次。按照3年喷一次的规律来说呢，今年也就是2019年，说火山又该喷了，正好你们赶上了，哈哈，开个玩笑不用担心。前几次火山呢都是在晚上喷发的，所以白天它还是很乖的，所以不用担心。游客们呢也只是以为导游在开玩笑，没有太在意，所以呢他们继续在火山口里去拍照。下午2点10分，监控相机捕捉到了海登一行人的身影他们已经离开了火山口的内环，沿着缓坡朝码头方向返回，队伍很松散。海登边走边介绍沿途的地貌游客们边走边拍照。就在这个时候呢，第4个征兆出现了，有人回头看了一眼，突然大喊道：快看，湖里面冒出了一片黑色的云彩。
一团黑白相间的巨大云团从火山口缓缓升起。诡异的是呢，它没有任何的声音。游客们停下了脚步，举起了手机，没有人跑啊。因为呢，他们不觉得危险，没有声音的云看起来就像是一个奇观一样。游客们呢，大多都停下来拍照，但是他们不知道这是火山留给他们的最后一次机会。下午2点11分，伴随着低沉的轰响，一股巨大的蒸汽与火山灰柱冲天而起，以不可思议的速度向四周扩散。这次喷发就像是一个突然被掀开的高压锅一样，锅盖是数米厚的硫磺盐沉积物啊。当它被瞬间的破坏时，一股类似爆炸的冲击波以极高的速度横扫了整个岛屿。一名幸存者的手中来不及关掉的手机记录了那一刻。游客们拼命地朝码头冲去，但是火山灰云的速度比雪崩还要快。从他们掉头开始跑到伸手不见五指，只用了12秒。火山灰和蒸汽的温度高达300摄氏度，贴地扩散的速度约每小时100公里，气流中夹杂着高速飞射的石块，就像子弹一样四处的横飞。防毒面具在冲击波中被震落。喷发云中还混杂了一种叫做含盐气溶胶的微细颗粒啊，表面包裹着硫磺和酸性盐分。当它们接触人体皮肤的时候，会在汗液中迅速形成高浓度的腐蚀性的酸性滴液，这比单纯的高温更加的致命。尖叫声被黑暗吞没，有人躲在了大石头后面，有人蜷曲在地上，但是呢，滚烫的火山灰无孔不入。12月是南半球的夏天，游客们大多都穿着短袖短裤，皮肤直接暴露在了300度的热浪当中。有人跳进了海里，有人把家人紧紧地抱在自己的怀里，用自己的身体挡在前面。一个叫做马克的游客，他的身形非常的高大，在火山灰扑过来的瞬间，他死死地抱住了自己的妻子，把他整个人裹在了怀里。他的后背被烫得血肉模糊，妻子活了下来，马特被严重烫伤。喷发只持续了2到3分钟，但是对于岛上的人来说，这3分钟就像是1个世纪那样的长。当光线重新透进来的时候呢，码头附近聚集了一群浑身灰白的人，他们的皮肤已经开始脱落，衣服外面看起来是完好的，里面已经血肉模糊了。有人已经没有了生命迹象，有人只剩下微弱的呼吸，随时可能死亡。远处的凤凰号上的游客目睹了火山喷发。3分钟之后，火山停止了喷发，船长保罗立刻下令掉头返回白岛救援。此时呢，没有人知道火山会不会再次喷发。这个决定呢，就意味着所有人都在用命去赌。凤凰号返回，然后驶入了火山口湾，放下充气艇，朝码头全速的靠近。船上的乘客中恰恰有2名是医生，他们和其他受过急救训练的人立刻开始了救援。他们接水往伤者身上浇，持续的冲洗降温。大面积的烧伤会破坏皮肤屏障，体液大量的外渗。伤者呢会出现发冷、颤抖、血压下降、意识模糊，必须尽快的降温才行。岛上的栈桥处呢，有26人被分批转移到了凤凰号上，他们中有的人烧伤面积已经超过了90%以上。新西兰的搜救调度中心接到了求救信号之后，立刻从北岛调派了11架搜救飞机。驻扎在距离白岛只有20分钟飞行时间的唐老加搜救队以及奥克兰的救援队的2架直升飞机全部都整装待发。然而就在这时，新西兰国家航空指挥中心下达了一个让所有人都震惊而不能理解的指令：所有的救援直升机全部待命，不得靠近白岛救援。指挥中心的理由是，那是一座正在喷发的活火山，必须考虑机组人员的生命安全。官方担心呢，火山会2次喷发造成更多的伤亡。但此时岛上还有20多人音讯全无，他们的生命正危在旦夕。在政府的救援被勒令叫停的时候呢，民间的救援并没有停止。平时载游客去白岛的私人飞机飞行员已经起飞了。卡湖航空的老板马克呢，第一时间调来了自己的2名飞行员。火山航空的老板巴罗也毫不犹豫，立刻行动。他们从不同方向朝白岛飞去。69岁的前新西兰搜救队的飞行员约翰·菲内尔从150公里外的地方飞了过来。他是得知险情之后立即动身的第一批人。
菲内尔率先抵达了白岛上空，因为他是滑翔机，他没有降落地点，没法降落。但是呢，他选择了绕岛飞行，他用自己的飞机充当空中的无线电中继站，将岛上的情况转发给警方和海岸的警卫队，同时呢，把外界的信息也传给现场。这些民间的救援队进入岛之后呢，给伤员们戴上了防毒面具，进行急救。他们在一条溪流的旁边找到了导游海登的遗体，旁边呢还有他的助手曼吉。这2位导游当天本来是应该休息的，由于游客太多了，他们回来加班，没想到死在了岛上。最终呢，12名幸存者被迅速的分批撤离。下午3点48分，2架直升机各自满载起飞，共带走了10人，剩下了2人由随后抵达的火山航空直升飞机运走。幸存者被送到了瓦卡塔尼医院和机场，再紧急转到了新西兰各地的烧伤专科医院。民间飞行员原本呢打算就准备立刻的返程，把岛上剩下的8具遗体给带回来，但是他们被命令立刻停止飞行，等待上机的指示。第2天，新西兰的总理抵达了瓦卡塔尼，公开赞扬了这些冒死进入火山口的飞行员。与此同时，这些民间的飞行员被明确禁止再次飞往白岛。事发的第4天之后呢，官方的搜救队上岛去找这些遗体的时候，发现岛上只剩下了6具遗体。导游海登和一名17岁少女的遗体，因为前几天有暴雨被冲入了大海，他们永远留在了白岛的附近。最终呢，这次火山喷发造成了22人死亡，2人失踪。幸存者当中呢，大多数人经历了数十次的移植手术。导游凯尔西全身50%烧伤，做了14次手术。他的助手杰克全身是80%的烧伤，同样也经历了数十次的手术。凤凰号船长最后救下的那位少年杰西在这次事件当中失去了他的父母、妹妹，他自己的全身也近90%的烧伤，在医院里昏迷了1个多星期才醒来。白岛火山喷发之后呢，所有人都在问同一个问题：谁该对此次事件负责呢？在案发5年后，6家旅行社被判负有主要责任，他们总共支付了800万美元的赔偿和罚款。所有在此事件当中受伤和身亡的游客都得到了新西兰保险公司的赔偿。这次惨案呢，也算是告一段落了。这次事件告诉我们呢，到一些地方旅游一定要注意安全，像这样的活火山的景点还是很危险的能不去就不去了，毕竟现实不是游戏生命只有一次。好了，以上呢就是今天的所有内容了，感谢收看，这里是海盐说案我们下期再见。